它踩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会马上的觉得这双球鞋真的不一样。穿上它，你马上就先长高5公分。它弹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izuno Neo Jump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美津浓那双最顶的排球鞋 Neo Jump。该怎么说它是最顶的呢？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人滞空3秒钟，3秒钟哦。好啦，其实没有那么夸张，不过它真的是有那个能力，就是它可以让穿上它的人直接跳得比原本超过3公分以上。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它有这样子这么厉害的能力。Neo Jump 现在在目前的美津浓排球鞋宇宙中，是使用了最高避震性能和最好的回弹效果的一双球鞋。主要是会想要让有大量起跳还有落地的各位攻击手们，包含了主攻啊、快攻啊、副攻啊，让这些选手们在球场上的拉锯之中能够保持最好的弹跳能力，是一款以最高攻击打点、最高拦网点为设计目标的一双球鞋。一刚开始穿上这双球鞋，把它踩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们会马上的觉得这双球鞋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哦！它那个感觉真的很明显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会先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双球鞋的它的一些技术改变啊，它的技术运用是怎么样，然后再来是进入实测，然后实测的部分就是会有我去球场实测，还有我带去比赛，然后最后结尾之后还会有一个抽奖活动，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好，我们就先来讲技术分析的部分。我们从外观来看 Neo Jump， 它其实看起来蛮单纯，就是不算有放上那种很多外显的球鞋技术，但同时也因为单纯啊，所以这双球鞋呢，它是一个看起来是蛮好穿搭的一双球鞋。那我这边手边拿到来拍摄的就是2双刚上市的配色。那它在鞋面的部分是用单层的鞋面网布，它的目的是尽可能让鞋子就是本体是变轻的啊，并且用极轻薄的树脂网布来帮助透气。那如果我们把球鞋这样横着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重量全部都在鞋底上，就是上面这边其实真的是很轻，它会这样子掉下去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双球鞋的鞋底啊，它非常高，那它大概是美津浓排球鞋宇宙里面最高的一双球鞋。那我刚刚有稍微就是让它尺量过，穿上它，你马上就先长高5公分。那我相信就是大家会担心说，它比较高，是不是落地或踩下去比较不稳，容易跌倒？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上面往下看，其实你脚掌的位置大概在这里，然后旁边其实会蛮明显的。它的鞋底是比你整个脚掌再更宽，它这个这么宽的方式，就是能够让你踩下去的时候，它直接帮你接在正中间，你也没有什么别的位置可以去移动或是跌下去，这样，它就是把你的脚整个定在就是它的鞋底的里面。我可以拿那个 Momentum Elite 来做比较，就是会蛮明显的。从这边看，就是 Elite 的话，它的脚掌面在这里，但它旁边就是几乎就直接是往下切到鞋底了，但它内外没有做太多的往外增宽的这样子的设计。那 Neo Jump 的话，就会蛮明显是有做这个设计的，就是你的脚掌到这里，但是整个鞋底是再突出去一块，内外都是。然后它的球鞋的鞋头呢，它是比较圆一点的啊，所以一些宽脚掌的人可以来试试看这双球鞋。然后这边也有延伸橡胶大底，然后到鞋头这边。那它除了就是有那种防撞的能力之外，它就是也可以防止让球鞋很容易开口笑。鞋带系统的部分，它是用传统的鞋舌，但我觉得有一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觉得它这一次的开孔开得刚刚好，就是它开在一个脚踝伸进去的时候，刚好是在脚踝的前侧边缘，就是有些球鞋在开孔的时候会开到比较后面的地方，当然你是绑的时候还是往前绑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穿的时候会觉得这边就会变成一坨，然后也会更容易去感受到卡脚踝这件事情。但这一双球鞋刚刚好的直接就是在脚踝的正前方，然后最后这个开口就是我觉得开起来非常合脚。顺带一提，就我常常会建议有些人就是穿鞋子的时候要把鞋带绑紧。那鞋带绑紧指的是你这边所有的穿孔，就是每个都要拉紧，一直往上拉，然后拉到最上面的鞋带也都拉长，然后之后再绑蝴蝶结，这样才就真的绑紧。不是说这是蝴蝶结本身紧就叫紧哦，因为你的球鞋如果没有很贴合你的脚掌的话，那它就是空空的，
它会在你的脚前后松动，或者你跳起来的时候，这双球鞋会这样子落地呢，就会有一点危险。而且这样子整个让鞋子贴合脚的话，才能放大球鞋的技术，然后来帮助我们的运动表现。再来看一下 Neo Jump 的鞋底，那整个鞋底的话，它是用 SG Rubber 指橡胶大底。鞋纹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比较偏重是纵向起跳，直直的跑的那种。看这边线条就知道它的摩擦力、它的抓地力是想要往前抓的。然后重心点就是在大拇指指节这边。最后来讲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Energy 脚感。先说，我觉得它完全让我跳脱了对 Mizuno 排球鞋的印象，就它的穿进去的脚感，其实跟整个美津浓排球鞋宇宙非常不一样。那它的鞋底基本上整个中底、整个大底都是用 Mizuno Energy， 我想放上那个官方提供的图表来加强它的缓冲回弹脚感。然后它的鞋垫也是直接用 Mizuno Energy XP 的这个发泡技术来做的鞋垫，所以这个鞋垫也有很好的回弹性，所以它内外都用 Energy 这样子互相搭配之后，你的脚感非常明显，就是你踩下去就像在踩一个气垫、一个气球，而且是会缓冲回弹的一个气球。那个脚感的顺序非常明显，就是每一次落地踩在地板的感觉，会是从缓冲，然后脚背就是鞋子这种吃进去的感觉，然后会觉得在里面软软的，然后冲击力道，你知道踩下去的冲击力道会在这个鞋底这样子散开。那散开之后，因为它是会回弹的，所以那个 Energy 的鞋底它会收回来，会弹回来嘛，所以那个力量又会集中回来。然后回弹的脚感集中之后，还要把力量再传回来你的脚上，那这股力量就可以帮助你的起跳或是你的踩出下一步。所以 Neo Jump 它的Mizuno Energy 的大底、中底，然后跟它的鞋垫这样互相搭配之后，才有这样子的非常厉害的气垫脚感。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，然后去踩踩看这一双就是非常不一样的脚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测。好，实测部分有2个，那一个就是我带这双球鞋去球场，就是做各种情境模拟，而比较单纯的测试一些外显的运动表现，或者是球场上实际会出现的状况。然后第2个实测就是我直接带去比赛。我上个周末去了那个新竹市长杯，一个在场上真正发挥他实力的时候。那一开始就是我在球场实测的时候，比较尴尬的是，因为那时候是清明连假，然后连假那几天有下过雨，然后所以球场反潮，所以整个地板是很潮湿、很滑。我在测试的过程就是一直不断的滑倒。那我就是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，就是进行3双球鞋的比较，就是我用的是 Momentum 家族的 Elite 还有 Pro， 然后跟这双 Neo Jump 来做3双比较。最一开始比较单纯测试的部分是跳跃力，我就是在网子旁边，然后弄一个标志杆，然后就是3双球鞋来比高度。因为助跑跳会滑倒，但是我还是有先测，然后垂直起跳跟助跑跳其实都非常明显，就是 Neo Jump 直接高超过5公分，比 Momentum Elite 还要高5公分哦。然后下一个测试是在后排起跳之后的落地状况。Neo Jump 因为有 Energy 的就是这个气垫的加持，所以我觉得它在落地的时候稍微比Elite 再有更好一点点的脚感。那后排攻击往上起跳的部分，就是明显跳得更好，那个弹跳的部分，弹跳感是有加分的。3双比起来，就是 Neo Jump 它除了稳定之外，它能提供的更多的是一个好的高度。最后再来说一下，就是我带去比赛的感受。虽然说官网测试出来的重量它是就是排球鞋宇宙里面最重的，但是我自己在实际场上跑动进退的过程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，也不会觉得说，我一天6局打下来，它会很重或是很吃力之类的，就是没有这种感受。而且每一次攻击起跳，只要有抓到那个回弹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回弹的脚感的节奏，它其实是可以帮助起跳的感觉，甚至是可以让起跳高度变得更高。我一天下来就是打了6局，一路从8强、4强，然后打到冠亚这样。我的脚感就是只有觉得越来越好跳，大概就会抓到那个起跳节奏，所以有越来越稳定的起跳高度。那对于想要或是喜欢用高度火拼的攻击型选手，我觉得 Neo Jump 会是一双非常能够帮助到你们的弹跳型排球鞋。好，以上就是 Mizuno Neo Jump 的技术分析还有实测，就是它的那个弹跳感，在穿过之后，你知道它的那个脚感在脑子里面挥之不去，就是会期待下一次再穿它去打球。同时可能也因为它本身就是让你直接长高，然后
你每次起跳又变得更高，那这样子真的会是一双会想让你一直想要穿它的一双球鞋。你看这样子戳进去会有一种软软的感觉，它是戳了进去的哦。来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抽奖时间，非常感谢美奖干爹提供这次抽奖机会。今天的抽奖的品项呢，就是男女各一双球鞋。那抽奖办法有3个，那第一个就是喜欢这支影片，然后追踪我的频道记得要开小铃铛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到 Instagram 去追踪美金农，还有我的 IG。第3个呢，就是在下方留言，那留言内容包含了你的 IG 账号、你的性别。第3个就是你希望这双球鞋能够带你达到多高的攻击打点。好，那我们会在下周3晚上开奖，在 IG 那边开奖哦，所以一定要追踪哦，不然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资讯哦。以上呢就是 Mizuno Neo Jump 的开箱实测。那今天的 Miss 购物台就先分享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跟按赞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